当运动相机拥有可变光圈，你可以拍出什么样的画面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风光喵。DJI Action 6以大家都未曾预料到的形态呈现在我们面前，可变光圈、微距镜头、内置滤镜，史上最强大的画质。那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我们将从拿到相机的完整设置、微距镜头的使用、电影感拍摄的出片法则、拍摄配件推荐，以及手把手教会你如何拍出运动大片。老规矩，视频很长，干货很多，也别忘记3连哦。如果你想让它成为一台兼具 Vlog、旅行日常、运动场景的全能型战士，那下面这些参数设置呢，就是为你准备的。首先，我们把视频码率调整为高，选择 4K 30帧去获取更优质的画质和动态模糊。如果你会需要拍摄可以适配不同平台的内容，这次我们可以选择自由裁切画面比例来拍摄。全新的1.1英寸方形传感器，不仅让它拥有了更好的画质和动态范围，同时也能做到自由裁切成一切你想要的尺寸。白平衡在白天户外可以直接选择5600，在室内或光线略微复杂的地方，建议选择自动调节，并等到数值固定后切换回手动。曝光上选择自动，数值建议选择在100到800这个档位，EV保持不变。色彩上，如果你不想后期，无脑选择普通施比特。胶片影调选择是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个新功能之一，它就好比是一台运动相机给了我们一个内置滤镜，我们可以根据拍摄的内容、场景和个人偏好来进行选择。那同时呢，你可以选择滤镜的程度，这样既可以避免画面出现饱和度战士的不真实感，又可以一键直出获得电影感效果，绝对是懒人和视频新手必备。纹理和去噪分别选择-2。那最后呢，是这一次新增的，也是运动相机界第一次出现的可变光圈。对于新手来说，我会推荐大家在白天光线充足的场景去选择自动 f2.2 到 f4。那在环境光线复杂变化、暗光环境中去选择自动 f2 到 f4，这样既能够保证拍摄画面清晰不出错，也能够拥有更好的暗光表现效果。但如果我不满足于新手模式，想要更上一层楼，想要压榨出它最佳的画质效果，发掘出更高级的玩法呢？那我们就来讲讲进阶法则第2步。当你拥有一台大疆，你一定逃不掉的就是 D-Log M、Mavic、Pocket3、Flip、Nano 或是 Action。D-Log M 就像是统一所有拍摄素材的一个桥梁，让彼此的画面衔接更加自然无缝，也能够让旅拍和 Vlog 画面色彩更加顺畅不突兀。所以如果你是多持玩家，有后期调色的需求，那打开 D-Log M 一定是你进阶的第一步。那第2步呢，就是把帧率调整为 4K 60帧，去获得后期更大的调速空间。光圈上，我们可以根据所拍摄的场景条件来进行选择。在白天光线比较强烈的正午拍摄，或者没有什么遮挡的空旷的地方，我会选择固定 F4， 确保高光稳定可控，保留更多的细节。在城市街拍或者阴天光线不强烈的地方，那会选择固定 F2.8。那到了暗光场景，比如说夜晚拍摄，我们可以开启夜景模式，把光圈固定在 F2， 提高进光能力，获得更好的暗光表现效果。而如果你喜欢夜景光源渐层，那就可以把光圈收缩到 F4， 你就能得到锐利规整的星芒效果。第4步呢，我们就要使用上这个电影感绝杀 buff 微距镜头。没错，当你把 Action 6加上微距镜头时，就开启了它的一个隐藏功能。我们现在可以把光圈调整固定到 F2， 而此时你调整到微距视角时，最近对焦距离变成了11厘米，一些特写啊、近景画面啊，自然就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光学虚化效果。运动相机嘛，我们总归是要回到运动场景下的嘛。在运动拍摄中，如何将这样的新手画面变成这样极具运动感的画面呢？其实我们想要制造画面里的速度感，不仅仅是需要你跑得有多快，或者说你车开得有多快，而是需要靠视觉和拍摄手法来强化这种速度感，去欺骗观众的眼睛。那第1步呢，就是使用超广角。广角镜头本身就具有夸张和透视的特性，
那当我们 POV 视角去采用超广角，近处的物体在画面里就会被放大，运动的时候覆盖的面积更大，一定程度上呢就欺骗了我们的大脑和眼睛，让我们觉得速度加快了。速度感的第二个关键点呢就是动态模糊，像这样。因为我们大脑对运动的感知不仅仅是靠主体位置，更多的是依靠背景相对的运动的线索。也就是当主体清晰而背景拉出拖尾的时候，大脑就会自然地感受到，哇，你这个车骑得好快呀！那我们怎么做到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把曝光从自动改为手动。公路骑行呢，一般推荐快门速度可以选择在80秒分之一到100秒分之一。白天强光拍摄时，建议把光圈调整为f2.8，并且带上 ND 镜，你想要的速度感就能手到擒来了。之前我们说过嘛，玩运动相机配件肯定是必不可少的。哪些好用，哪些必备？多持用户怎么省钱？旅拍用户必备的第一个配件，我想应该是车载吸盘。我们使用率也是非常高的，不仅仅是让你在车内拥有了无限个自拍机位，那车拍越野呢也是必不可少的。Vlog 用户呢可以推荐搭配上 DJI Mic 以及这个迷你延长杆，双人收音让 Vlog 音质更加优秀。一个人旅行自拍的时候，可以选择人物跟随模式，搭配上三脚架呢，也能够获得人物熟居中的自拍跟随画面。那户外徒步用户呢，想要解放双手，可以使用挂脖支架去获得第一人称 POV 视角。骑行用户可以搭配上这个车把夹或者这个骑行背带，自拍他拍都可以轻松获得。如果你本身是大疆的用户，像 Nano 啊、Action 5 Pro 的很多配件它都是适配的，不需要额外去购买。用这些配件出去拍摄的时候呢，也可以更轻松的去切换视角，做到多机位拍摄。我们拿到 Action 6拍摄这半个月以来呢，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画质实在是太强大了，甚至很多画面我自己在回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相机拍出来的质感。同时呢，它也依然秉承了运动相机属性里的强续航、耐摔抗噪，更强大的夜景表现能力、增稳效果、内置胶片影调以及内置存储，都会让它变得不仅仅是一台传统意义上的运动相机。大到沙滩越野、公路骑行，小到鲜花绿叶、微观世界，它更像是一台可以兼顾运动、旅拍、摄影等等为一体的多功能相机。我可以随时把它塞进口袋，也终于不需要在画质和体积之间取舍。我想，这应该是 Action 6最打动我的地方。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的购买选择起到一些帮助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啦！